叔本是爆破局的一名普通探员，却被派去调查重大事故原因。起初他还只是随处看看，但整个场景竟让他感觉似曾相识，仿佛自己不只是来过，甚至还亲身经历过一样。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竟然会变得越发的离奇。原来就在1小时前，海军母部为了欢庆新年，让官兵们协同家属一同登船欢庆。可在龙船刚驶出港口不久，整个船体竟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尽管救援人员及时赶到，但依旧没有挽回500多名乘客的生命。为了尽快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大叔跟随警方来到岸边进行搜查。很快，他们就在附近的海岸找到了一块带有引线的蓝色碎片，明显这是自制雷管的重要部件。紧接着，他们又在大桥的下面发现了安油炸弹爆炸后的残留物。这一切只能说明一点，就是事故并非只是一场简单的意外，而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紧接着，他又查看了周边监控，竟发现一个非常可疑的男子。可由于监控距离太远，根本无法看清男子的面部轮廓。如今除了这一条有用的视频外，他们再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用的线索。此时同时递给他一个电话号码，还表示有个声音性感的女士要找他，并且询问大叔是不是又黑又帅之类的话。起初大叔也没有多想，但还是礼貌性的将电话回拨了过去。可在电话的那头却无人接听，为此他也只好向对方留言。Yeah, this is ATF agent Doug Carlin returning your call. My cell number is 504-555-0130. 殊不知就是这么一个留言，竟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很快，另一边的同事打来电话，说警方在现场发现了李一具女士，由于身份不属于海军某部，并且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官兵家属，但令法医想不到的是，该女子竟是在爆炸前就已经死了。大叔立马感觉事有蹊跷，于是他迅速来到医院调查尸体，看着眼前平躺着的女尸，内心竟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这时法医向他详细介绍，尸体除了全身被烧焦的痕迹外，右手还被利器切断过，同时嘴角似乎还残留了部分粘液。经过紫外线照射后发现，竟是胶带脱落后的残留物。显然该女子曾经被绑架后杀害，于是他想从女人这里开始寻找线索。随后找到女人的父亲了解情况，并从中得知父亲让女人8点去接自己，结果一直都没有等来。为此父亲特意去公寓看望女儿，却发现女儿的车并不在家。紧接着他又告诉大叔，女儿昨晚说自己要去见一个人，是闺蜜给她安排的相亲。这顿时引起了大叔的注意，于是向父亲索取了公寓钥匙，打算前往公寓里一探究竟。然而大叔刚到楼下，就习惯性的戴上了橡胶手套，可就在开门的瞬间，便发现冰箱上用字母拼成的话。大叔瞬间满脸写满了疑惑，这话究竟是对谁说的？紧接着他又看见水池里的纱布，还有地板上的血渍。随后他进入女人的卧室，并按照常规打开电话留言。第一条便是闺蜜打来的，询问汽车售卖的具体信息。第二条则是父亲让他去接机。可直到第3条留言播出，他整个人都愣在原地。Yeah, this is ATF agent Doug Carlin returning your call. My cell number is 504-555-0130. 原来这条留言竟然是自己打来的，同时说明女人在临死前就已经提前找过自己。可大叔坚信自己并不认识女人，如今案件越发离奇，让大叔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无奈的他只好做出决定，将所有一切直接转交给了 FBI， 并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调查情况。然而在他准备离开时，竟然发现自己搭档兼好友的车，本以为他也参与了案件调查，可经过询问才得知，该车竟是从爆炸现场拉回来的，这令大叔十分惊讶。难道好友也因这次事故遇害？可在他的记忆里，好友应该是在度假的旅程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可当大叔沉浸在悲伤时， FBI 的探员竟再次找到了他，并邀请他加入一个特殊的部门。殊不知此案正是该部门成立以来接手的第一个棘手案子。而之所以邀请大叔加入，也是因为他有超越常人的观察力。为了寻找出凶手，大叔果断地答应了请求。很快探员把大叔带到一个秘密基地，看着眼前复杂的机器，并且还由军方特别看守。大叔也察觉到该部门的特殊，原来他们早就掌握着一种黑科技，就是利用全球卫星监控系统来回看4天前局部范围发生的事，不仅操作反应迅速，还能变换各个角度进行观察，同时包括画面上出现的每一个人。大叔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所看到的画面都是那么真实，犹如自己回到了4天前。该系统由7个卫星定位拍照，并且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角度取样。当大叔询问生意的由来，对方团队却闭口不谈。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监控系统，大叔表示为何不观看爆炸当天的视频？为此技术员答复要在4天后。可为了快速抓获这起爆炸的始作俑者，他们必须从最近的4天前开始。眼看当天视频需要等待，大叔建议从女人的住所开始查找。很快团队锁定女人的公寓，并且能够穿透进入到房子内部，同时女人的私生活展露无遗，顿时把一旁的大叔惊呆。还不等他从震惊中苏醒，一个同事突然打来了电话，说在女人家里发现她的大量指纹，并吐槽她越来越不专业。可大叔却十分疑惑，自己明明在入房之前戴好手套，怎么可能会留下指纹？事后大叔再次将视线移回监控，突然女人对着镜头呼喊，起初还以为是凶手出现，立马将视角切换到了门外，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Does she know I'm here? Does she know we're here? No. Impossible. Strictly one way. You sure?
很快，他们从女人的日记中得知，她预感到有人在偷看自己，这也导致了大叔有了新的猜测。第二天，他参与了女人的葬礼，希望从中找出破绽。然而，在参加葬礼的人群中，并没有发现不合理的人，但远处的5名司机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他询问同事礼车数量，得知4辆礼车4名司机，显然刚刚多出的一人必是凶手。于是晚上，他们再次观察女人的动态。怎料她在参加聚会时接到一个特殊电话，这是买车的人打来的。随后他们迅速定位了电话位置，发现是从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可位置却不在监视范围内。于是他们调取了附近的普通监控，但只能看清一个男人的身影，其他的依旧没有收获。可男子身边的包却引起了大叔特别的注意，他立马让人对轮船上的行李进行对比。果不其然，很快就找到了那名可疑男子，但依旧看不清人脸。虽然案件有了一些微妙的进展，可仍然是一无所获。随后他们继续对女人进行监视。此时大叔打算做个测试，于是自然地从包里拿出激光笔，趁着所有人不注意，将激光射向了屏幕的一角。很快，画面中的女人对此做出了反应，紧接着整个基地突然断电。虽然技术人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但大叔愤怒至极，拍向桌面。Broach the field right there. That's what broached the field. Now you want to tell me what the hell this thing is? It's not surveillance, Paul. It's not electronic thermal imaging. I pointed this thing at her just now, and she responded to it from 4.5 days ago. Explain that to me. 眼看技术再也瞒不住大叔，他们也只好摊牌。原来所谓的超级监视系统，竟然是时空虫洞的连接，监视只是整个系统的一小部分。得知所有的运作原理后，他便开始举一反三，利用机器向4天前的世界传送物品。如此大胆的想法，就连一旁的技术人员都不敢尝试，生怕影响平行时空的次序。可在大叔一再坚持下，他们决定先用纸条来做实验。于是他们把凶手所有信息和线索直接通过机器传回给4天前的大叔。怎料机器的运行将半个城市的电量耗尽。幸运的是，纸条成功被传送。可遗憾的是，当天大叔提早下班，被他的好友看到了纸条，并且根据信息和线索找到凶手。可悲的是，被凶手开枪打死。虽然好友被自己害死，但是大叔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原本的时空里，凶手打算用自己的车子装炸弹，却因他们跨越时空的提醒，被好友用枪射满了子弹，只能重新寻找另外一辆车，进而把女人卷入了事件当中去。显然，时空之间是会互相影响，而整个案件是因为时空被改变，才导致现在不可控的转变。但幸运的是，凶手的真面目被识别了出来。很快，警方通过线索逮捕了他，并且在住所里找到了大量自制炸药。随后，大叔来到监狱，询问凶手的犯罪动机。原来是凶手曾申请加入海军和陆军，通通遭到军方的拒绝。为此，他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还有报复当代政府机构。虽然现在的他已经锒铛入狱，但依然有着狂热的信念，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Because they don't want patriots. The military no longer recognizes commitment and purpose. Satan reasons like man, but God thinks of eternity. As in all eternity, I am here, and I will be remembered. That's destiny. Predetermined fate set by the hand of its creator. 虽然案件已经成功告破，但大叔并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4天前的女人还活着，同时遇难的500多人也还活着。如今的他只想改变结局，决定要把所有的人都救回来。于是他再次找到技术员，要求他们把自己传送回4天前。显然这样的想法太过危险，但技术员特别警告大叔，一旦仪器传送失败，大叔可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然而大叔却说 You can be wrong a million times, you only gotta be right once. Besides, I think I'd remember if that happened, right? 显然大叔的决心已定，技术员也只能照做。随着机器再次开启传送，整个城市的电力再次陷入瘫痪。很快，大叔就被时光机传送。醒来的他躺在病床上不断抽搐，还好被一名护士发现。在医生奋力的抢救下，大叔成功的摆脱了危险。为了快速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假装镇定的离开医院，然后趁着巡警不注意夺过配枪，并成功夺下一辆救护车，快速的奔向凶手的老巢。殊不知此时的女人正好也在，并且凶手拿起身旁的汽油，直接泼洒在女人的身上。然而就是女人一个本能的反抗，把凶手脸部划破。同时手指上也沾满了鲜血。凶手为了避免给警方留下线索，准备直接剪掉女人的手指。此时大叔也正好开车赶到现场，毫不犹豫地将车撞了过去。虽然吸引到了凶手注意力，但还是不慎中了一枪。凶手眼看事情已经败露，赶紧打开煤气罐的阀门，然后从外面向车的方向开枪，直接把一旁的煤气瓶打爆。此时大叔发现了女人，赶紧将其抱住，在爆炸的瞬间逃了出来。同时凶手以为成功摆脱了2人，生无可恋地开车离开。然而大叔却拖住女人的身体，成功救下了这个无辜的生命。 You're safe. You're all right, okay? I'm a federal agent. You're... 虽然没有直接抓住凶手，但能救下女人已经是很庆幸。随后2人开着凶手的车离开现场。怎料大叔的伤口不断喷血，女人建议先到家里处理一番。可令女人没想到，大叔一进门就在拼凑冰箱上的字母，然后轻车熟路地拿取药品，
当女人换了一件衣服后，大叔立马让她赶紧换过一件，因为女人死后穿的就是这件。还不等大叔换好衣服，女人便拿着一把枪冲了出来。Stop right there. Move, I'm calling the police. I am the police. No, you're not. Yes, I No, am. you're not. You didn't ask me any questions. You didn't take a statement. And you knew where my house was. What's in my closet? Who are you? 虽然大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但依旧无法消除女人的疑虑，只能用枪让大叔趴下。随后，女人打电话给爆破局核实身份，得到确切的信息后，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当误会暂时得到了缓解后，女人很想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可大叔表示自己说了也没人相信。随后，女人帮忙处理伤口，当看见地上等物品的摆放，大叔感觉自己似乎什么也没改变，于是慌忙的就要离开，并让女人紧跟在自己的身边。突然电话铃响起，大叔看了看时间后，表示是女人的闺蜜打来的，并诉说了电话里的内容。于是女人半信半疑的接听电话，果然像大叔说的一模一样，就此对他有了前所未有的信任。紧接着两人开车来到码头，寻找凶手的踪迹。此时大叔发现凶手准备离开，于是为了保护好女人，让他也会去招惹身后的警察，自己则上船拆除所有炸弹。然而就在凶手准备离开时，竟发现了自己的车。他知道大叔已经来到了现场，于是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他再次返回了游轮。而这一切刚好被女人看到，女人心想单独去寻求警察帮助，那遭殃的必定就是大叔。于是他直接一个飞跃，直接跳上刚要离港的游轮。正当他打算去寻找大叔，却被赶来的凶手发现。而在另一边，大叔正在往爆炸的车辆逼近，不料发现了船上的凶手。此时凶手也正被警察发现，还不等对方做出反应，他便拿枪开启杀戮模式，同时也惊动了船上的其他警员。大叔快速移动向炸弹靠近，突然发现了车上的女人，同时女人也发现了他。此时大叔示意启动车辆，然而这边刚启动，就吸引了凶手的目光。于是大叔尝试用语言稳住凶手，毕竟曾经也审讯过凶手，对他的想法了如指掌。凶手整个人都惊呆了，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了解自己的人？虽然两人很快持枪对峙，但凶手还是坚信了自己的信念。眼看海警迅速赶来，大叔毫不犹豫地敲破车窗，将女人成功地救下。可现在离爆炸的时间越来越近，他让女人赶紧踩下油门，直接朝着大海的方向冲去。两人很快随车掉进海里，随着车辆缓缓下沉，大叔帮助女人解开束缚，然后把女人推向车外，而自己却被卡在车里无法逃生。最终女人成功获救，同时游轮上的人员都安然无恙，但唯独牺牲的只有大叔。此时警察来到女人身边，希望她能配合警察做一下笔录。女人欣然答应，但内心却是极度的煎熬。可就在她抬头望向前方，一个与大叔一模一样的人走来，她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How you doing? That's right. You okay? Have we met? Yeah, we have.